中美对抗为什么外国都很安静？因为这些国家终于看懂了中美的真实意图。之前全世界都搞不清楚一个问题，中美两国为何始终保持斗而不破的局面？你看看最近100年的那些大国博弈，美国和苏联那是直接组建了两大阵营，双方正面硬拼综合国力。还有二战时期的大国斗争，双方早就杀红了眼。可你看看现在中美两国的关系，你越看越觉得诡异。它既没有发生热战，又不像传统的冷战，双方在对抗和寻找默契之间维持着一种诡异的平衡。如果你没有一点历史和国际政治学的基础，你还真看不懂现在的局势。我举3个案例和大家进行说明。第一个案例，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。关税战这件事大家就不觉得诡异吗？4月份的时候，特朗普来势汹汹，一口气把对华关税加到了125%，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美国发动的一场针对中国的经济战争。结果现在时间来到了11月份，世界的局势变成了什么样子？那个喊着要和中国打关税战的美国人，现在给全世界加了关税；那个要用稀土反制美国的中国人，现在控制了全球的稀土产业链。完事之后，双方坐在一起约定，我不给你加关税了，你稀释领域也给我松松口子。我们假装啥也没发生，一夜回到关税战之前。也就是说，中美关税战争最终中美两国却没有付出任何实质性的代价，最后受伤的是欧盟、日本、印度这些吃瓜群众。他们在看戏的时候，莫名其妙的就被美国加了关税，同时稀土管制的大棒也突然就砸向了他们。第二个案例，伊朗。伊朗这个国家现在其实陷入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状态。伊朗国内的亲美势力十分庞大，他们有倒向美国的趋势，但是美国出于中东和全球霸权的考虑，不可能接纳一个宗教化的工业化大国，因为这会导致中东局势的彻底失衡，所以伊朗没办法，只能向东方靠近，想要讨价还价，向东方要更多的好处，以此来壮大自己的实力。在美苏冷战期间，其他国家都是这样干的，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，为了拉拢更多的小弟，都是在拼命的撒钱。这就导致很多国家形成了路径依赖，以为也可以趁机找东方要好处。但可惜的是，中国不是苏联，中国也不想和美国打冷战。更重要的是，苏联的教训让我们清楚，给钱收小弟这条路是错误的，它只会加大我们的财政负担，所以我们并不想走冷战的老路。当我们做出这样的决策的时候，伊朗就非常尴尬了。他想向美国靠近，结果美国人一脚把他踹开，还暴打了一顿。他想找我们要好处，结果我们说我不收小弟，别指望我给钱。最后没办法，卡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，左右不是人，就只能在中东被反复摩擦，搞成了如这种样子。最后来看第3个案例，俄乌战争。俄乌战争已经打了3年多的时间了，很多以前看不懂的博弈，现在也开始逐渐变得清晰了。为什么中国不肯亲自介入俄乌局势？为什么俄乌会打成如今这种拉锯战的形式？这不是偶然，而是大国博弈造成的必然结果。因为俄乌战争之所以会爆发，其核心原因是因为中美两个大国都不希望看到一个完整的欧洲。一旦欧盟的产业加资金和俄罗斯的资源加武力融合在一起，那就会出现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巨无霸。到时候美国的势力会被赶出欧洲大陆，美元的货币霸权也会被欧元取而代之，同时我们的很多政策，比如说一带一路，也会受到明显的阻碍。因为一个完整的欧洲必然会辐射影响中东和中亚地区，到那时候我们还怎么重启丝绸之路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我们最大的威胁始终来自国境的北方。当年苏联陈兵百万的场景如今还历历在目，而美国虽然是我们的竞争对手，但是它却是距离我们最远、威胁最小的竞争对手。广袤的太平洋让他们无法对我们构成全面的军事威胁，也无法动摇我们在大陆的影响力。但如果俄罗斯和欧盟联合在一起，他们却可以直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压力。所以如今俄乌的这种局面对中美双方而言，其实都是一个最优解。对美国来说，有俄乌战争的存在，它就能整合北约的力量，强化自己对欧洲的控制，也能阻止欧洲一体化的进程。对我们来说，有俄乌战争的存在，就能把西方的战略重心牵制在欧洲大陆，从而我们也可以获得产业升级和内部调整的时间。
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完全体的欧洲。中美两个大国虽然战略目标不同，但在俄乌战争这件事上却巧合地达成了某种共识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首先俄罗斯不能倒，如果俄罗斯倒了，那西方的战略重心就会全面转移到东亚地区。但是俄罗斯也不能赢，因为他如果赢了，就意味着欧洲会再度整合在一起，这也不符合我们的预期。从美国的角度来看，他也不希望俄罗斯倒得太快，因为没有了俄罗斯，北约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，他需要俄罗斯来强化北约的凝聚力。同时美国当然也不希望俄罗斯赢，因为俄罗斯赢了就意味着美国要被赶出欧洲大陆。所以中美双方在博弈和明牌之中就达成了一个共识，俄鸟战争可以继续，但是俄罗斯不能倒，也不能赢，于是就出现了如今这种诡异的僵持局面。我相信欧洲自然也有事之士，但是中美的这场博弈全部是明牌化的阳谋，哪怕你看得懂，你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。俄乌战争为什么俄罗斯必须按照剧本去走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北约东扩是把大炮都顶在了莫斯科的大门口，他们必须反击。同时，而欧盟卡在中美俄三个大国之间，他们实际上没有太多选择的空间。俄乌战争爆发就意味着战火在欧洲大陆点燃，他们没有后退的道路，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单独找俄罗斯和谈。但是北溪2号线是怎么炸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还有之前的俄美会谈也让我们看清楚，现在的欧洲连上桌谈判的资格都没有。那既然如此，他们能不能看懂这个阳谋，又能改变什么现实呢？所以没办法，在多方的博弈之下，俄乌只能按照如今的剧本进行，这就是大国博弈的残酷之处。同时我们站在更高维度的视角去分析问题，在我们全面复兴的过程之中，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美国，但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快速垮掉的美国，因为一旦美国垮得太快，全世界会出现很多烂摊子，比如欧洲会趁机整合，日本会快速扩军，俄罗斯会重新改变自己在北方的角色等等。这样的局面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，所以我们需要美国这个老牌世界霸主发挥余热，在倒下之前尽可能的平衡世界局势，这样世界就不会出现一个新的联盟。一定要记住，我们的对手并不是只有一个美国，现在的局势整体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局面。美国这个世界霸主虽然垂垂老矣，但还在拼命地维持全球秩序，这会极大地减少我们的消耗。俄乌战争的进行也在不停地加大欧洲的财政负担，让他们的社会越来越撕裂，产业不断外移，让他们无力干预东方。同时俄罗斯在消耗国力的过程中也被迫向东方靠近，让出了它的能源和部分市场，而我们则可以抓住这个历史窗口期，快速推进产业升级，调整内部矛盾，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做好最后的准备。我们需要的是时间，是战略调整空间，而这些东西目前我们已经基本实现。那为什么美国人会配合我们？因为这就是阳谋，不管美国人愿不愿意，为了阻止自己在欧洲彻底出局，他必须在俄鸟战争中出力。这不是个人意志的愿不愿意，而是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。美国要通过俄乌去强化金融联盟，要维持美元的霸主地位。中国要制造业升级，要重塑产业链，要重新定义市场的规则。再说明白点，就是现在的世界局势，俄罗斯不能太强，美利坚不能太弱，局势不能太混乱，但也不能过于稳定。只有这种可控的危机，才是危中待机，才是我们突围的机遇。